We were hoping to see history in the pool, but we are history because Singapore has won an Olympic gold medal and an Olympic record time. 2016年，泳手约瑟琳为新加坡夺得有史以来的第1面奥运金牌。去年，跑步健将山地创纪录，成为亚洲第1女飞腿。The gold medal goes to Veronica Shanti Pereira. 年轻健儿们近年来在羽球、击剑、风帆，甚至赛车，都交出亮眼的成绩。我们离更多的奥运金牌梦，是不是更近了 I really wanted to win for Singapore in front of my family, but 12岁我就决定我自己要踏上奥运赛场上。2013年我出了一个车祸，膝盖的伤是蛮严重的，能看到我的骨头。我很渴望再次 stand on my feet again。我从中3就选择放掉 IB 学习机会，目的就很简单，希望有一天可以达到奥运去。我是许永凯，我今年29岁，我最厉害的技术是杀球。12岁看了某场比赛，我就决定我自己想要踏上奥运赛场上。我是陈威涵，我最擅长的是在往前扑球。进国家队了以后，就开始有了奥运梦。我是在小学的时候接触羽毛球，就是我的爸爸会带我去看我的姐姐，我的2位姐姐也是新加坡羽毛球的国手。大概从9岁、10岁之间，父母想要把我的精力消耗多一点，就是把我送去羽球学院。我其实是在槟城读的小学了，就参加了很多那些小型的比赛，我也是成为了槟城的州手。在12岁，我就很坚定地告诉自己说，我要把羽毛球当作职业，就是尝试杀出一条血路啊。配在一起是2014年永凯的搭档退役了，刚好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搭档，教练就决定让我们2个尝试配在一起。我是周金怡，我今年19岁。我参加的乒乓项目包括单打、双打、混双，还有团体项目。我比较擅长的应该会是我正手的技能，跑动范围会比较大一些。第一次接触乒乓球是6岁的时候，我妈妈让我选一项体育项目，就是为了更容易的进入一个比较好一些的小学。小2的时候就在奥运杯的比赛中拿了第1个冠军，后面就陆陆续续有一些成绩。小6会考结束后就打算去体校，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希望有一天可以达到奥运去。2024年，奥运会第3次在巴黎举行，32个竞赛项目，数万名运动员要从前一年开始，在超过3000场奥运资格赛中拼成绩。
争夺参赛资格。我估计在新加坡待了最多应该没有到1个半月吧。去的最远的话，我记得就只是去了1次巴西，有一半的时间以上都是在欧洲。为了排名，然后就不停的在打比赛，一直需要保持着非常良好的状态，我觉得很不容易吧。乒乓球在新加坡来讲，就是其实这10几20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加坡的乒乓球的整个生态体系不比中国的举国体制，也不比日本的这种社会啊俱乐部体制，他们是常年的，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系统。体坛强国的竞争，首先我们年轻的那一辈的运动员愿意去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奋斗。像其他的项目，游泳啊、羽毛啊，都已经奥运金牌、世界冠军，包括这个帆船了，对吧？所以我相信其他项目，乒乓球也会有那么一天的。2022年，永凯和威涵在共运会赢得混双金牌，打出生涯代表作，冲击奥运会的梦想现出曙光。这是我们的第1届奥运的资格赛了。上一届的话，我是在服兵役。哇，这1年来参加了多少个比赛？20多个吧。通常我们羽毛球的赛程就是亚洲区会连续办3、4个，然后又在欧洲区又在3、4个，然后就一直这样来回咯。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 managing our stress。比如说，我们有4个比赛，那第1个礼拜可能比赛的成绩不是很理想，那我们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来备战下来的比赛？对。我们现在即将出发去宁波去参加亚锦赛，这次亚锦赛是奥运资格赛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全力以赴的，祝我们好运吧。如果你打级别比较高的比赛的话，世界前几的选手都会在那边，然后很有可能你第1圈都会遇到他们。但是我一直抱着一种心态，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成为冠军，你还是要打败每一个人嘛。通常一回到新加坡的话，我们隔天就马上回去训练。一般国人工作5天，全职体育选手永凯和威涵每周6天，接受超乎常人想象的规律训练，为的就是保持最佳状态，有资格代表国家在最高体育殿堂奥运赛场上拼搏。我是男球员嘛，然后我在后场跑动的比较多，所以我也累得比较快，体能需要加强一点。我是比较大胆一些，然后威涵有可能比较保守一些。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动作啦，往往就是成为不稳定的原因啦。你常常要打那个很边的线，通常都是凹一点点啊，你就会因此输掉很多分。This one the starter must can like lifting like attack. 现在比以前的竞争当然会比较激烈，因为每个人都在进步，整个在场上的速度都提升了很多，都在力量上有进步。我们就会调整自己，把它打可能更贴网一点，或者更靠近线一点，就是把我们的每一个技术磨到一定的 consistency。在比赛的时候会减少失误率。The development is good, yeah, especially when after Kian Yu World Champ in 2021 and Terry Jessica also win gold medal in Commonwealth Games 2022. We can see that Singaporeans also are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to play in badminton. They have really strong desire, motivation, and determination.
我们一般每天都是练2节课吧，就从早上9点半练到6点吧。如果是练对于一个基础的话，一般都是估计有100-200颗球以上。大多数人认为乒乓唯一的难度就是速度，其实乒乓球远远超过这些。看似是相同的球，其实在旋转啊或者落点都会有细微的调节，我们需要根据这些差别来调整，然后才可以完美的把球打上台。我觉得这个孩子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一旦他有自己的目标以后，他非常坚定，压力底下呢，他能够反弹得更大。再看看这2年我们本土的这些年轻球员成长起来，像金怡啊、郭勇啊、林倩啊这些，在世青赛的这个青少年的级别里边，都曾经排名了前5、前6。只要我们能够继续努力的话，坚定的走下去的话，在成人的世界里边，我们可能也会有所作为。生活都围绕着训练，运动员的社交圈子多数也比较小。永凯和威涵在2021年结婚，在球场的征途与人生旅途都是分不开的搭档队友。我跟威涵是在新加坡体育学校认识的，当时她是我的学姐，因为她比我大。我觉得这个人蛮不错的，然后就这样去追她了，苦苦追了2年。当时候我们2个都年纪很轻，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真心。最终他坚持了很久，然后我就被他的真诚感动到。其实每次回到家，我们就是没有太多精力做很多事情。这种规律又 very taxing on the body 的生活，可能一般人不会那么容易的能适应。可是我们是从小就经历这种过程。通常我们回到家的 routine 就是洗衣服，然后准备明天的训练，能早睡就早睡了。你要踏上这条路，你就必须要有一点点纪律嘛，你不可以说每天3、4点才睡觉。对，这是你灯。我和永凯的性格是很不一样的，我是偏安静一点的，然后他是有什么就说什么的那种，然后在场上其实是蛮明显的。我们通常都会说吵咯，一定会吵的嘛。你今天打得不好，今天我打得不好，在球场上讨论就自然一点咯，想到就说了啊。回到家就尽量放松嘛，所以说打球的事就尽量不谈了。当同龄朋友仍在读书，小小年纪的静一过的是不停出国比赛和训练的规律生活。在有限的休息时间里，他喜爱烹饪来疏解压力。我对吃的比较感兴趣，因为本身我是个吃货。会有哪些食物是你在国外想吃？应该会是菜本吧，就菜饭，就是有肉有菜之类。因为在欧洲的话，不像新加坡的味道比较重。我爸爸的厨艺算是不错的，所以我也会教他教我一些。所以我对中餐的炒菜之类的还是比较拿手的。我承认我的生活很无聊，就真的就围绕着打球，没有像我其他的朋友一样说有出去约会啊，或者出去玩，然后会看到朋友那些的动态，也不算是羡慕吧，就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得到的东西也就不一样吧。为了培养本土新一代选手，乒乓总会从各小学选拔有潜力的小球员，
进入青少年发展队，聘请前国手和专业教练来指导他们。奥运国手周静一也曾经是队中一员。然而到了小6时，他们往往面临要升读一般中学，或是进入体育学校，朝职业运动员之路迈进的抉择。如果他有兴趣，我一定会支持他。对，我觉得最重要是孩子要开心。只要他有兴趣，他想往那个方向发展的话，当然一定会支持。如果真的能够选一样的话，我还是觉得读书会先优先，然后再运动。If he's very good academically in the education, then for me I would select the academic way instead of the sports school. 但19岁的静一做了多数大人觉得另类的选择。小学3年级考入高才班，小6会考也被南洋女中录取念直通车课程。静一却选择放弃，她进了体校，毕业后再次放弃升学。中师毕业后选择去打全职，是因为就想要在年轻的时候先去拼一波，因为学习的话大一点的话再回去读也没关系，毕竟在体育的话，辉煌的时候就这几年吧。像静一一样怀抱奥运梦想的新生代幼苗都在萌芽。就读理工学院的黎怡婷，以及刚服完兵役的蛙纯佑，他们2人是初入职业羽坛的双打新秀。云凯还有伟涵，他们当做我们的目标，我们为他们感到很骄傲，能够打进奥运会。16岁啊，17岁，我第一次打国际赛，就我觉得我很想要打奥运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新加坡羽球公开赛，5个比赛项目吸引了来自超过10个国家的顶尖羽毛球选手，争夺85万美元的总奖金。本地球迷齐聚，一睹本土名将骆建佑、杨嘉敏、徐永凯、陈威涵和各国高手较量竞技。I'm here to support Lokin Yu。那对夫妻档，他们也是刚进入有资格进奥运，所以我也是恭喜他们。机会是有啦，不过当然竞争真的是很大哦，很多国家他们的专业水准这些都很高。这个是大家的梦想，也是新加坡人所有的梦想。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去争取这一边奖牌。在本地比赛的心情当然是很兴奋，可是是既兴奋又很压力。因为你不想在这么多人面前可能失水准，或者表现不好这样子。现在羽毛球界的竞争会比以前来得大，因为打谁都有机会赢，打谁都有机会输，就看当时临场发挥。看他们也是真的不容易，训练受伤，但是外面的人不知道，以为他们不全力或者。早上我们就准备了买了鱼永凯就比较喜欢喝汤，可能我们是广东人吃饭一定要喝汤，他妈妈煮的他们都很喜欢的。只要永凯、威涵一回到新加坡，永凯的父母亲都会争取时间，约上永凯的哥哥嫂嫂一家聚餐。要培养一位顶尖选手，要付出多大的时间和心力，永凯的父亲最有体会。他小的时候
午餐就是在车上吃了，在那到一个点去补习，补完了又给那一些面包在车上吃了，到另外一个训练场地。他的生活成长跟一般小朋友不一样。升上中学那个点的时候，我是选择了新加坡这一边，因为他始终是在新加坡出世的。我们的家境情况不是很富裕，我们也知道运动员的路是不好走的。我们上了这个船，就是放火烧船尾，就没有退路了。你就全力以赴去达到这个成功的之路。本届巴黎奥运会，新加坡共有23位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永凯、威涵和静一都是首度登上这个运动的最高殿堂。拿到了奥运资格的话，当然希望在奥运赛场上能赢一场就是一场。能代表新加坡来参加奥运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希望能取得好成绩，然后能得牌吧。能够拿到2024年的资格的话，就是非常的意外和惊喜了，就是对自己这一切努力的肯定。